换上一身宽松的深蓝道袍，准备几张随时更换的易容面具，再将自己的真容遮掩起来，让脸蛋看起来圆一点。一个普通的小师妹就这么练成了。师兄说过，最好的伪装就是普通。初级的普通指的是在外看起来普通，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异点。高级的普通是行为上符合普通的人设，去做一些大部分练习师都会做的事。中级的普通则是道心保持着普通二字，不会有任何非普通的想法，却拥有随时稳定跨越普通障碍的实力。选自师兄的一堂课。收拾了一阵儿，打量了一下镜中的自己，灵儿满意的点点头，开始检查桌子上摆满的宝囊，以及宝囊中的宝囊。常用的几类迷药、元神毒都准备了足够的分量，且乘以3。应急用的解毒丹、补充自身仙力，还有疗伤用等等丹药，也都考虑到了绝大多数的环境，且乘以3。还有师兄此前百般叮嘱必须带上，同时也让灵儿略感不安，那种用龙王之血以及某洪荒凶兽毒素炼制而成的长生道毒，灵儿也备了3份。这是不是预示着师兄给我安排的历练中有可能会遇到金仙境高手？灵儿念及此处，不由叹了一口气，将这些宝囊挨个收到了3个储物法宝中。这其中还有一些小底牌，比如师兄搞的微型阵盘、16连自爆指道人等等，都是灵儿此前学习过使用方法，但没有实际运用过的好东西。费这么大力气，非要让我自己出去历练，山中修行不快乐吗？出去又有什么乐趣？天还能不是这片天？灵儿又叹了一口气，这一次历练如果真的是历练，那也算是一回事儿，可以增长道心，在危险中磨练自己的意志。灵儿暗戳戳地吐槽了一阵，在自己的法宝库中左挑右选，最终选择了一把上品仙宝品阶的宝剑作为伴手之物。自从李长寿开始搞丹药后采，灵儿就没有缺过法宝，防身的灵宝也是有一些的，守护元神的法宝就有6、7件。但是拿一把主流品质的宝剑，既可彰显自己有一点实力，免得被人当成小白兔打劫，也可以达到不显财不漏财的效果。灵儿抱剑、提剑、背剑、扛剑，对着琉璃镜摆了一阵儿的造型，最后满意的提着宝剑走到草屋门前，拉开木门。门外阳光明媚，李长寿负手而立，齐元老道也端着拂尘，微笑注视着灵儿。师父，师兄。灵儿步态轻盈，跳到李长寿的面前，对着师父像模像样的抱拳行礼。弟子这就出去闯荡了。不错不错。外面不比山上清静。你是门内金仙苗啊，修为也算不错，但在外行走当小心为上，莫要多管闲事，多招因果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天仙在洪荒可算不得什么呀！啊！是，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灵儿脆声喊着，随后又看向李长寿，小声问：师兄，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？这次外出，我交给你3个任务，限期3年，完成之后可以在俗世防阵之中随意行走。李长寿拿出了一只玉符，递给灵儿。灵儿眨眨眼，他还以为师兄会含蓄一点，想方设法给自己设计难题，没想到是直接给自己发任务。历练的难度顿时降低了不少，最起码这目标明确呀。灵儿瞄了眼玉符，见其内有一行大字闪烁光亮：前去南州边界陈塘古镇，铲除100只真仙境之上的妖魔。100！
灵娥的额头挂满了黑线，抬头看向自家师兄，美目之中带着几分委屈。师兄，来真的呀？不来真的难道还来假的不成？本次历练的目的呢，在于让你体会生灵生存之不易，为让你道心能够更进一步圆满。师妹啊，修行不易，长生更不易。你一直在山中修行，将这一份安宁的环境当作了理所当然，但是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人族之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第一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要你去体会这些。加把劲儿，不搞清楚生存的含义，你在面对长生劫时做再多准备都不堪心魔一击。灵娥弱弱的点头，感觉自己被灌输了一堆大道理，但又不知具体含义。那师兄，我这就下山了。这个给你，将我给你的人子指导人交换。李长寿将空虚掌门给的掌门令递给了灵娥，灵娥也将袖中的指导人拿了出来，还给自家师兄。他嘴角微微鼓着，眼底满是不舍。凭此令出山门时，自不会有人为难，你也不必与旁人多解释什么，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。记住，从你离开小琼峰的这一刻开始，凡事就要靠自己了。师兄放心，我知道的。灵娥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振作精神，对着李长寿拱手行礼，又对着师父齐元老道行了一个礼，道一声弟子去也。而后转身驾云朝着山门处飞去。齐元老道看着灵娥远去的背影，长长的一叹。一转眼，灵娥也能下山历练了。起初带她回来时，她还是个小小的孩童。长寿啊，她修为够不够？要去杀妖的地方危险吗？你可做好了暗中保护的准备？师父放心，虽不能说是万无一失，但我会竭力护好灵娥周全。为师知你现在了不得，但你可就这一个师妹呀。是，师父，您不必担心。李长寿一阵作揖，百般保证，齐元老道这才放下心来，转身回了草屋中继续修行。随之李长寿的本体回了丹房中，先是锁定着灵娥的身影。等灵娥顺利飞出山门，李长寿的心神也挪移到了山门外的车夫指导人身上，感受着灵娥的方位，施展土遁，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。普通灵娥护卫指导人军团出击。雏鸟总是要学会展翅飞翔，云朵总要飘离生成之地。李长寿并不是想让灵娥离开自己身边，他纯粹是想让灵娥多一些人生阅历，甚至如果条件允许，且灵娥的实力警惕性足够，像师祖江灵儿这般外出游历1000年，又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转身回到出发的地点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洪荒的浪漫。现在不让灵娥外出见见世面，一直在山中修行，提前步入养老的人生阶段，其实对灵娥来说是不太公平的。李长寿很早就做出让灵娥外出历练的决定，已经考虑清楚了各种后果，且下了足够的决心。他不是任何人的依附，也不是一个摆件，他应该去了解，天地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，人生的选择也可以有多种多样。当然，道侣的选择最好还是要坚定一点。李长寿带着有点复杂的小纠结心态，一具指导人去了黑池峰上，与白泽一同开始暗中观察。离开山门2000里，就已经飞出了山门名义上的边界。灵娥驾云飞在高空，先时朝着最远距离散开，保持着足够的警惕。历练师小，让师兄满意是大，我可不能以小事。救命啊！突然间，一声急促的呼喊被风宇宙带回。灵娥的仙识也注意到了某处密林的边缘有一层粗糙的遮掩阵法，
仙石汇聚，如流水般轻松地穿透阵壁。灵娥顿时见到了亦有些不堪的一幕。哟吼，修仙故事经典桥段吗？修为在真仙境的男仙正在欺负一名元仙境的女仙，已经进行到了你喊呀你喊呀，喊再大声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这种阶段。灵娥光洁的额头顿时挂满黑线，默默地驾云绕开了此地。总感觉这不是那个男仙在侮辱女仙，而是这师兄在侮辱娥的灵智水准。曾几何时，这完完全全就是师兄的教学案例嘛，仅仅是案件主体的修为境界有些不同。干啥呀？现在已经到了玩情怀的阶段了吗？灵娥的心底一阵摇头，但是表情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犹豫。突然间，灵娥心底泛起了些许念头，那个女仙绝望且悲愤的目光在心底不断的浮现，让灵娥陷入了少许纠结。师兄真的会用这么粗浅的招数吗？不对，那个男仙做这种坏事，怎么可能不做隔音阵法？那么粗糙的遮掩大阵，这男仙道心扭曲吗？想要人看还是怎么？种种迹象表明，这确实是个师兄安排的试炼。可这事儿万一是真的，虽说最好的答案就是视而不见，但如果真的是我力所能及之事，却见死不救，道心当真不会有魔障吗？怎么办？师兄当年给自己的几个选项，此时在心底不断的浮现。灵娥的云头渐渐停下了。灵娥，你要记得，遇到举棋不定之事，要尝试去打破思维框架，寻找新的选项。新的选项？罢了。虽然此事有80%的可能是刚出山门的试炼开胃菜，但这一点小历练在总体评价中应该只占很低的分数才对。灵娥捏着下巴嘀咕几声，仙石突然扫到了山林中嬉戏的几只妖兽，妙目顿时一亮。稍请进行到了你越反抗频道越激动的阶段。那名真仙境的男仙眼前突然有点发昏，浑身的仙力运转速度突然就减缓了，他立刻跳起来，将已经解开扣子的道袍给摁住，四处扫视。谁在暗算贫道？毫无征兆的一股妖气在100丈之外爆发，且朝着此人飞速的逼近。这真仙境豁然转身，却见一头双眼冒着红光、身长超过3丈的野猪狂奔而来，带起了滚滚烟尘。这名男仙立刻就要拿出宝物，却发现自己此时竟然有些握不住长剑的剑柄了。混账！此人喝骂一声，转身驾云飞起。那只野猪妖兽不知为何盯死了这男仙，卷起了一阵黑风，猛追着不放。一阵清风吹过，那名女仙身上的禁制尽数被解开，她连忙站起身来，捂住领口，有些凌乱的面容上满是茫然无措。又听得一句无法辨别男女的传声：快走吧，那名妖兽喝了情水，定会折腾那恶人一阵。元仙境的女仙忙道：多谢恩公，还请恩公救我救到底，不然我如何能逃过此贼毒手？我愿当牛做马。若你这都逃不了，那大概就是你的命了。告辞。恩公！远处云上，灵娥施起风遁，迅速地离开了此地。那个女仙就是师兄的指导人吧？根据我对师兄的了解，刚才那女仙喊的那句带弱者绑架的求救，才是真正的试炼内容。哼哼，哪怕不是历练，面对这种情形，这种要求，我也不会继续帮下去。大家非亲非故，仗义出手一次就够了，凭什么还要对你后半生负责啊？真的是，哼！灵娥得意的一笑，于风中自在飞行，心境也越发开阔。待遁出千里，灵娥看了一眼身上的刺感时，发现并无仙石查看，又朝着下方的山川瞄了一眼。师兄没有仙石关注我？
还是有破解侧感石之法？又或是根本没在暗中保护？要做最坏的打算。灵娥轻吟几声，继续驾云朝着南州边界飞去。途经各处防阵，也都会尽量的绕开，克制着自己的好奇心。但这天地着实是太美了。朝着左右看去，非小雄峰周遭的山围眼界在无限蔓延。朝着天空眺望，蓝天白云似乎一成不变，又似乎变得无比广阔。迎面而来的微风带着远处的鸟鸣人语，小兽低吟。远见深山密林上空有白鸟展翅，炼气势于云上，来去匆匆。长满灵草浅花的山谷中人影重重，陌生的面孔，陌生的背景。灵娥嘴角不自觉露出了少许笑意，也开始在一些美景前驻足。他会拿着解毒丹，小心翼翼地嗅一嗅未见过的花朵，也会抓着灵宝长剑戳一戳只有一点点修为的彩鳞蛇，又被带着起床气的小蛇追着跑遍半个山坡。他提着布靴，赤脚淌过清澈的山溪，诗画行树，化作拇指仙子，与两只蝴蝶一同在花瓣上起舞，也不知道自己跳的是什么。星夜躺在无人的画面，散开如瀑的青丝，想象自己是湖之女神，一不小心便融入了身下的星海。白昼寻到一片山花烂漫的无人之地，随手布下4、5重遮掩阵法，在此地抚一阵琴，哼一段小曲儿，想着自己跟师兄在这里嬉闹的情形，而后躺在草地上一阵傻笑。这就是外面啊！灵娥抬着小手对着天空轻轻一抓，不过如此。办正事啦！哼着自己琢磨的小调，灵娥收回各处阵基，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下各处情形，做贼般的驾云离了此地，继续沿着繁忙的云路朝第一个历练地赶去。